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今天这个地方有着很不好的过去。类似什么样的过去呢？其实，我这样讲好了。最近台湾的新闻上，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上，常常会说，像说霸凌啊，然后就是有人就这样不幸离开了，然后加上我们的司法判决又那么的轻，那我就想到今天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这个地方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，只是受害者跟加害者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嘛，因为这个受害者是用不好的方式了结自己的性命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它又怎么废弃的呢？其实我必须说不可考。为什么不可考呢？因为其实它废弃的时间已经太久了。据说啦，是房子盖好，然后发生完事情之后，这房子也没有要盖下去，然后呢，这块土地到最后听说就要被政府给征收，那也应该也要拆除了啦。对，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一边走，再一边告诉大家了。Let's go， 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哦。哇，还有一些录影带耶！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人的鞋子。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哦，我并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啊？对，好，一楼我们大概简单扫一下，因为重点是在楼上哈。对，那我们现在上2楼。对，1楼好像没什么东西啊。但开始之前，3颗。对，没错，其实哈，这里哈，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，它荒废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什么时候会被拆除我都不知道哈。对，3楼会满再去吧，先到2楼看看。哇塞！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而且还有贴纸哎，这里有人住过吗？看起来有像人住过，可是这都已经不可考了。是住家吗？I don't know。对啊，还有劳作。那他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喜字，厕所、浴室。然后这里是榻榻米吗？我有点搞不懂哎，这是垫高上来放床吗？可是这里会不会太大？会不会太大了？然后这里像是晒衣场、厨房吗？而且它这个都是
RC钢骨结构其实这种房子碰到地震不用怕哦。那它为什么要荒废在这里？已经不可考了，真的是，对啊。假如这里以前是住家的话，不得了，对啊，真的不得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这像住家一样啊。然后那是我下定点的地方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去前面之前，我要先跟大家说说这里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跟传闻吧。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？又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听说了，据说早期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学校，也是国中的时候，也是国中了。然后呢，国中我相信你们都有经过国中，那你们在国中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讨厌的一个人，或特别喜欢的一个人，然后一个小团体这样子？我相信一定有，因为我们以前国中也有，只是我们班没有霸凌那么严重，就是还算蛮团结的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受害者呢，我们就叫他 A。A 呢，其实在学校呢算是蛮低调，因为他外表也长得就是比较普通，然后呢读书也比较普通，体育也比较普通，所以在他的班级里面，据说他就是被怎么讲孤立的一个了。那其实我相信你们在国中的时候，在国中生时代的时候，很喜欢去捉弄这一个孤孤单单的人，对吧？我们班虽然很团结，但有时候也会嘲笑他，甚至欺负他。那当然，像这样的人呢，我相信国中的时候，有时候学校都一定会有一个那个比较大的呢，那个就是什么黑势力，就盯上了这个 A。那这个 A 呢，他就一直被那个骚扰啊，或者是被欺负啊，等等之类的，这样一直发生哦。然后甚至还勒索要钱啊，反正想到霸凌的事情，他们几乎都做了，勒索啊，甚至打人啊，或者是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捉弄他，一直往后拉这样子。反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怎么讲，不好的事情都叫他去做，好的事情都是那个学校校霸。好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 A 受得了吗？他受不了。他受不了，最后因为他就在这附近嘛，据说他家也在这附近然后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空的，然后有天放学之后，他有可能忍不住了吧，然后就动手打了校霸一拳，然后校霸就很气，把他揍得很惨，然后全身都是伤，然后他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就跑到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就是用不好的方式了结自己的性命了。那至于什么方式我不清楚。好，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当然了，那些校霸对他说真的，他们也只是在学校去打他，也没有真的要叫他去死啊这样子。然后他结束了生命之后，那些校霸当然就是不关他们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关他们的事之后呢，那他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结自己性命之后，那当然这边有时候还是会有人经过。那有时候会有人经过的时候，就常常会看到那个一个小男生，国中生，就站在那个门口，这个房子的门口。然后呢，有些经过人就会觉得很奇怪，尤其是3更半夜，就说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？那当然，大家会很好奇。这附近其实还蛮乡下的，甚至房子也没有，民宅也没有。那走到这边来，其实还有一段路。然后有人就问说：“小朋友，你在这里？”然后小朋友就没有看他，然后也没有回答话，就站在那边。然后又听说有人就这样开车就说什么，听不到他的回答之后就离开了嘛。然后离开了之后，他就打电话报警说：“有一个小男孩好像站在这边，然后也怪怪的，精神状况可能一些问题。”那警察当然也来。那警察来了之后，他当然是没有看到人。那想说会不会那小朋友回去了？可是这样的状况没有停止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越来越多人有报警说，在3更半夜，只要3更半夜常常会在这边看到一个小朋友出没。然后呢，有一天警察他们也觉得不胜其扰，然后想说来这个地方看看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进来之后，才发现小朋友了结了自己的性命，他的大体还在这里面，都已经变骨骸。然后最后就是带出去嘛，然后最后查出来就是那个失踪儿童。好，那大家看到那个小朋友，但是忘了讲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些人不知道什么声音，然后
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，警察来验尸体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小朋友已经都已经变白骨了嘛，那他们其实就有去判断死了多久。可是，他们这样一查下来，说他其实已经死了至少1年以上。然后，那在路口在那边看到那个国中生，代表说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走了。那为什么他会出现在那个地方？是不是他想要告诉大家些什么？然后没有人知道。好，那其实大体移走了之后，后续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会经过嘛，会来。然后来了之后呢，其实听说他们还是常常会看到那个小男孩出现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最后就是当地的里长听到有这样的情况，老样子，那个找老师来，然后老师来说他有可能心有不甘了，所以呢想要复仇，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想要跟人家诉苦，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他就一直跑来这个地方，希望那些欺负他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。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，他们都没有，所以他一直跑来这个地方，不愿意离去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知道这边的传说跟故事。那接下来就赶快把剩下景看完。我发现我今天讲传说的时候有点卡，因为太热了。好，赶快把景看完，再来做个简单的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这边的故事跟传闻，我必须说，对啊，这是住宅啊，而且应该是有送装潢的住宅吧。哎呀，玄关，我必须说它的住宅的料用的其实都还蛮……等一下，前面这个灯罩刚刚自己动摄影机不知道有没有捕捉到风吗？不知道。可是住家用这种灯会不会太那个？玄关这还是商业大楼办公室吗？这应该是住宅吧。听完这边的故事介绍之后，大家有没有想到说，台湾最近有什么样的案件呢？是类似这样的呢？就是说真的，霸凌这种事情，真的很要不得。我必须说了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国中，其实多多少少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但我没有。K 都掉了，吓我一跳。看一下，应该没有摔坏。讲错话了，我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但我没有，就不会把人家往死里的弄啊，吓我一跳。可是这房子，我必须说，这里啊，应该是要卖人的房子吧？可是这都没有居住过的痕迹。这刚刚那间好像有一点，因为很多东西看起来都像是新的。好，但你看，这个有住人的话，那瓦斯炉应该都会看出来一些装过的痕迹，但这里完全没有I don't know。好，那2楼最后其实还有一间，去看看吧。对啊，这个是一房。一间、2间，然后这里还有一间，这个就好像是住家哦。哇，这里好大一间。还有快木的泡澡桶，好想看回家。
但这个应该都会漏水了。因为我超爱泡澡的，几乎是每天泡。买房子送快沐浴桶，还不错。没住人却有卫生纸的卷筒，这个有住过人吗？哇，好大的房间哦！但这房间不好，没有对外窗。所以废弃了，也不是这样子。大家感觉它这个柜子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啊，就感觉都很新啊。系统柜应该对啊，完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啊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看过很多房子哈，那像这样的啊，只要多少人住过的话，柜子里面多少会有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啦。好，那3楼呢，其实是今天的重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据说是在3楼发现的哈，所以接下来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我们的非会员朋友们，你们能看的就到这边了，接下来是会员才能收看的部分哦。所以先跟非会员朋友们，想看更多吗？赶快加入会员。先跟我们的非会员朋友说声拜拜。咿呀擦擦。